赫顿经营着一家心理诊所，丈夫百万福是她的助手。百万福是个老实木讷的男人，负责诊所的接待、收银等工作。在妻子赫顿的影响下，百万福对心理学也略懂一二，心理师们的工作会议，百万福也会参加。在配不上赫顿的这件事上，百万福是心知肚明的。百万福发现赫顿在外面有情人后，没有大哭大闹，而是平静地成全了赫顿和钱开义。百万福对第三者钱开义说：“我告诉你，这世上男女相爱的方式有很多种，表达的方式也有很多种，其中有一种就叫退出。”百万福的清醒和大度让钱开义刮目相看。赫顿在与百万福的婚姻濒临破裂的关头，对爱情和婚姻有了更深刻的认知。他没有奔向英俊潇洒的钱开义，而是下定决定要和百万福共度余生。在钱开义和百万福两个男人中间徘徊的赫顿，有她狠心的一面。她不顾丈夫的体面，坦荡光明的去和钱开义约会。百万福没有刻意跟踪，就在酒店门口堵到了赫顿和钱开义。赫顿对钱开义也并不仁慈。欢爱过后，赫顿立马开口跟钱开义借钱，钱开义的真心被他践踏的稀碎。钱开义对百万福说，在应该说出真相的时刻保持沉默，是一种卑鄙。告诉你，我不是第三者，你才是第三者。钱开义因声音爱上赫顿。钱开义是电台主持人，除了享有一匹油光水滑的亮嗓之外，其他方面也很俊逸，身材高大，鼻梁英挺，嗅觉上乘，眉清目秀，视力超拔，耳朵也像藏獒一般灵醒。而女心理师原著里的赫顿，身材矮小，皮肤黑，五官平淡，但就是这样其貌不扬的女子，让钱开义对她动了心。钱开义为寻找电台女搭档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在书店遇见了购买心理学一本的赫顿，被她富有磁性的声音所打动，终于说服赫顿来录制节目。书中写道，赫顿的声音具有一种无可比拟的诱惑力，她不像一般女子的声音单纯是性感而娇柔，她有一种柔滑的力度，柔滑让人生出怜爱，力度不等于膀阔腰圆的强悍，而是润物细无声的坚韧。钱开义和赫顿录制的是情感心理类节目，赫顿本就是心理学出身，可以说完美契合了钱开义的需求，两人配合得十分默契。钱开义理解并欣赏着赫顿，钱开义的表白是浪漫富有诗意的。他说要和赫顿合作一台感情类的节目，赫顿问他要做多久，钱开义说那就要看你我的表现了，如果做得不好，也许半年一载就完了，如果做得好，那就是一生一世。35岁还单身的钱开义的确是适合结婚的对象，他圈子干净，感情经历不复杂，工作体面，而且和赫顿势均力敌，棋逢对手，但赫顿却没有嫁给他。在两个男人中间，赫顿选择了样貌不佳、腿脚残疾、文化水平不高的百万福。和百万福结婚后，赫顿依然和钱开义保持着情人关系。赫顿在专业上的水平是毋庸置疑的，但是他混乱的私生活还是让百万福失望至极。百万福原本以为赫顿不是个风流成性的女人，和他就算没有爱情，也不至于公然和别的男人出双入对，直到亲眼看见他和钱开义从宾馆出来，百万福才不得不认清了现实，赫顿从没爱过他。赫顿为房嫁给百万福。赫顿原名柴酱香，是个农村出身的姑娘，她租住在百家的房子里，也因此认识了拆迁暴发户百万福。百万福没文化，小儿麻痹症落下了腿脚轻微残疾的毛病，从工厂下岗后就长期处于失业的状态。虽然家里拆迁分了几套房，但一般女人也不愿意嫁给这样的男人。白母为了儿子的婚姻大事操碎了心，为了让百万福娶上媳妇，白母把心思打到了租客身上，她只把房子租给单身姑娘。赫顿便这样入了白母的眼。百万福很在意赫顿的感受，他会主动打扫卫生，不打扰赫顿的生活，为人规规矩矩，虽是个粗人，却也是体贴心诚的。有一次百万福要坐飞机旅游，他把保险单上受益人写了赫顿的名字。百万福对赫顿说，我不配你，可是我死了就能配上你了，我的名字要和你在一起，你用那些钱的时候，你就会想起我来。百万福的告白远不如钱开义有情调，但他句句都是真心实意，落到了实处。我会对你好，我不是个有本事的男人，可你有本事，这就够了，我全心全意的服侍你，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我一句二话都没有，你爱跟哪个男人说话你就说，我相信你，你爱几点钟回家，我都给你留着门，等日后有了孩子，除了生这件事归你，因为我实在是替不了你，剩下的事都归我，我一定是个好爸爸，我有耐心，我妈有经验，我们还有2套房，一套房咱们住着，另外一套出租，就等于良田百顷，养活着咱们吃穿不愁。
百万福的包容和奉献让赫顿心有一震，更让他有利可图的是百家的房子。房子处于市中心，地段好，交通便利。百亩住的房子在1楼，很适合赫顿发展事业。他没有隐瞒自己的想法，将结婚就是屠房表达给了百万福母子。穷怕了的赫顿对百万福说，嫁穷人还不如不嫁。赫顿的坦白虽然刺耳，但也让白母放了不少心。白母让赫顿写了欠条，如果离婚抛弃百万福，他就要出100万的分手费。女心理师原著里写道，赫顿会在发达了之后离弃百万福吗？赫顿没想过，赫顿不想，不是因为忘记，而是因为乏力。他知道自己一定不满意百万福，但是他不能这样离开。如果他要选择离开，不如现在就选择放弃。为了发展，只有赌上所有的一切。这段婚姻本就没有爱情，不过是各有所图，互相搭伙过日子。一个是没钱没房没姿色的飘族女人，一个是窝囊无能娶不上妻的汉子，两人结合目的都不纯粹。赫顿嫁给百万福后，和钱开义藕断丝连，可她在2个男人身上都体会不到性上面的乐趣，反而半身冰凉，如患怪病，医院检查不出任何问题，直到钱开义给他推荐了心理学大师，才解开了赫顿病症的根源。赫顿惨痛的童年经历柴酱香小时候家里一贫如洗，姐姐因病去世后，他就成了家里的老大。父亲抛妻弃子，离开了家，母亲改嫁，找了个长期饭票。女心理师原著里提到，柴酱香的继父是个杀猪的，素质不高，伤害了少女柴酱香，给他留下了半生心理创伤。继父抹了很多风油精，以至于柴酱香常觉得自己下身寒凉，如坠冰川。为了遗忘那段不堪的过去，柴酱香给自己改名为赫顿，刻意掩埋了伤痛的记忆。女心理师原著写道，从那时起，酱香就对男人留下了深深的恐惧和仇恨，从此他丧失了对性的感知和享受，那挥之不去的寒冷意志统辖在他内心最隐秘的地方。这种埋藏极深的创痛无时无刻不在陪伴着他，他造就了他的性格和命运，甚至也决定了他为什么会学习心理学，为什么愿意救赎他人，为什么深刻的自卑，为什么在疗治他人的过程中会让自己一蹶不振。赫顿从小就觉得自己肮脏，对待性采取了散漫放任的态度。他私生活混乱的背后是半生不愈的童年伤痛。母亲明明是没有保护好女儿的失职者，可在年少的赫顿的潜意识里，孩子憎恶母亲是大逆不道。受到伤害后，赫顿反而对母亲百般讨好，闭口不谈自己的遭遇。这个小女孩是一个人跌跌撞撞长大的，由于缺乏正确的引导，她的内心其实早就千疮百孔了。赫顿不爱惜自己的身体，她会为了房嫁给百万福，也会为了利和钱开义成为情人，这些都是继父那个恶魔带给她的长久影响。找到心结所在，才可以真正走出阴霾。赫顿在治愈别人的同时，也在疗愈着自己。赫顿不再刻意逃避酱香的回忆，继父早已离世，他也随着经历的增加，有了正确看待自己童年的能力。酱香不是肮脏的，而是纯洁的，是因为他的勇敢坚强，才成就了更为优秀的赫顿。女心理师原著写道，在这个意义上说，那个叫做酱香的乡下小妞，没有变疯，没有自暴自弃，没有干脆变成街头卖身的发廊妹和洗头女，这难道还不值得钦佩吗？酱香是勇敢的，是勤奋的，是聪慧的。她从污泥浊水中挣扎而出，自强不息学习了很多知识，居然变成了一个解救他人于危难之中的心理师，这难道不是值得惊讶敬重的事吗？当她不再执着于苦难，而是看到了自己的成长，才证明她真正走了出来。写在最后，女心理师原著从赫顿的2段感情看清他久治不愈的童年伤痛。正是因为赫顿知道悲苦无依的滋味，他才成了帮人排忧解难的心理师。当他修复好健康的人格，也便发觉了自身的不道德之处。赫顿和钱开义理清了关系，回归到了家庭之中。丈夫百万福不计前嫌，接纳了赫顿。这样的结局预示着赫顿的心声。赫顿对钱开义说，我不想用无知无觉的身体维系越来越远的灵魂，为了心灵的平稳，为了我的工作，也为了我丈夫的福祉，为了你的安宁，我将就此和你诀别。百万福对赫顿说，我不知道你的过去，但我知道你的现在，这就足够了。以前发生过什么都已经过去了，只要你有承诺，就像重新粉刷过的房子，我愿意和现在的你在一起，这足够了。百万福对妻子的爱是赫顿得以痊愈的重要原因之一。百万福虽然各方面都配不上赫顿，但他有一颗热乎的心，融化了赫顿的寒冰。赫顿带领丈夫一起投身于心理学事业中，共同成长，恩爱到老。赫顿在心里说，我的丈夫
世上有千万种爱恋的方式，我知道了你的这一种，你爱我的事业，这就是最好的爱法了。我收下，尽管这要我付出代价，对自己永无赦免，但我愿意承受，因为这也是我爱你的方式。